赵安华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快告诉我，我总该知道我该感谢谁吧？那笔钱是薛家借给我的。薛家？你跟薛家非亲非故的，他们为什么要借你这么大一笔钱呢？我跟他们说这是一笔救命钱，那他们就义不容辞的借给我了吗？哎，1000块啊，没有条件吗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他们的条件呢，一定就是要你留在他们的香油房，帮他们制作御用香油，一直到把钱还清了为止，对不对？你现在1个月挣100块，那么1000块，你要挣10个月啊？这10个月，你都要留在他们薛家为他们卖命啊！为了救你，我别无选择。我做这些都是心甘情愿的。安华，谢谢你，我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。安华，我一定会努力赚钱，帮你早点离开薛家的。哎，你放心，10个月很快就会过去的，我一定会在这里好好的等你回来。再喝点粥吧。嗯。来。师母，徒弟没用，终究还是没有办法照顾齐真。我真没用，真没用。安华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齐真跟我说是你把他救回来的，你果然说到做到。好样的！你苦着张脸干嘛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为了必须留在薛家油房工作10个月，不能如期和齐真在100日之内完婚而伤神是吧？也许我和齐真真的无缘。你胡说！你又不是卖给薛家油房永远不回来了，大不了3年之后再结婚嘛。你放心，不管你替薛家油房卖命多久，齐真都会等你的。我信誓旦旦的说要给齐真幸福，我却做不到。早知这样，我当初就不应该抢婚，我应该让齐真嫁给你。安华，你别这样，晚几年跟齐真结婚又不是你的错，别再自责了。杜少爷，你还是爱着齐真的，对吗？我只是关心她，毕竟我和齐真从小就定了娃娃亲，而且我从小时候就认定她是我的新娘，这个习惯一下子还改不掉。不过安华，你放心，我明白，以后我会尽量避免和齐真见面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你一辈子能够爱着齐真，照顾齐真的话，我会由衷的感激你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事。我只是在想，这次我回薛家，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回来，所以我想请你帮我照顾齐真。哎呀，赵安华，你去薛家又不是不回来了，而且你有休息的时间，你可以回来看齐真啊。怎么说的像跟诀别一样，让人听得怪怪的。总之，你要记住我今天所说的话，杜少爷。齐真，我就拜托给你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尽全力照顾好齐真，直到你回来，好吗？谢谢。那我先走了，别自责了。有这么一个好男人深爱着齐真，我的退让应该是值得了。3天时间一眨眼就过了，我得赶紧把茅屋搭起来，给齐真一个安身之处。安华为了救我，
背负着薛家那么庞大的债务，我一定要更努力，帮安华早点把债还清了。没剩多少时间了，我不能休息，我一定要把齐真安顿好。卖豆腐，买豆腐吗？哎，大姐，大姐买豆腐吗？新鲜的啊，不要不要。我每天多赚1毛钱，安华就可以早一点回来。安华，我们一起努力。卖豆腐！哎，大姐，买豆腐吗？哦，大姐，这豆腐可嫩了，哎，我要买点吗？看看啊。给我包1块吧。哎，好的，你稍等啊。明天房子一盖好，就是我要离开齐真的时候了。真希望天永远都不要亮。卖豆腐，卖豆。齐真，你怎么来了？安华，本来还想给你一个惊喜呢。这房子是你修的？是啊，就是简陋了一点，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一点都不委屈。谢谢，谢谢你，安华。我能为你做的就只有这些了，恐怕以后再也做不了了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？没有。你手怎么受那么多伤啊？我急着要在3天之内把房子修好，难免东磕西滑的，小伤。你干嘛非要急着在3天之内修好啊？以后回来再慢慢修就行了。齐真，我可能没机会回来了。你看着我干嘛？我脸上弄脏了吗？对啊，这里脏了，快去梳洗一下，马上要开饭了。你会做饭吗？还是我去吧。不，就让我来做吧。我想亲手为你做一顿饭。好吧。我的手艺不怎么好，可能不好吃，你就将就点吃吧。我不将就。你第一次亲手为我做饭，我一定要好好的享用。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跟齐真坐在一起吃饭了吧。怎么了？哎，阿华，你干嘛吃这么急呀？这么大一个人了，都不懂得照顾自己，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去青铜啊？哎，对了，你怎么没盖一个作坊啊？作坊？对呀，你不是说过吗？你要盖一个南阳地区最大的香油坊，你忘了？我还有机会吗？哎，当然有机会了。反正你只是去薛家待一阵子，10个月之后你不就回来了？不说这些了，齐真，陪我喝点酒。哦。哎，你今天怎么那么有酒性啊？来，我陪你喝。哎，你别喝那么急，你会醉的。你是不是有心事啊？齐真，万一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了的话，不会有这么一天的，不会的。我是说万一。不许有万一。穷人命贱，哪有说不的权利？哎，你干嘛说这些泄气话呀？你不是跟我说过，只要我们2个人在一起，就能克服所有的难关吗？我说过这样的话吗？
有说过呀。哎呀，你真的别喝了，你喝醉了。你让我喝吗？我喝了心里会痛快一点。季晨，你答应我，以后不在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要开开心心的过日子，知道吗？好了，我知道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自己，你就放心的去薛家香油房吧。我呀，我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跟我一起手牵手的过完我们以后的日子，好吗？好，好。来，尝尝你自己做的鱼。你也吃吧。 1000块，妈，现在赚钱可不容易。凭赵文华那小子3言2语，您就这么轻易的把钱给了他？什么时候知道赚钱不容易了？这些年来你挥霍和败掉的钱，何止是1000块啊！姐，妈，我这不是担心您受骗吗？万一他拿了钱不回来怎么办？赵安华是个老实人，我不相信他见识这么浅，为了1000块钱出卖他自己的人格。就怕是扮猪吃老虎。这种人啊，我可是在外面见多了。他们都是先骗取受害者的信任，然后呢，来个苦肉计装可怜，接着再狮子大开口。等钱全部骗到了手，他们就拍拍屁股闪人了。赵安华不是这种人。姐，你才认识他几天呀？这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千万别被他的外表给骗了。现在世道不好，人心难测呀。妈，你说说传宗嘛。可传宗说的话也是有道理的。我就相信我没看走眼，安华绝对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你这么相信他？妈，您这不是白问吗？姐现在这颗心啊，整个都被姓赵那小子给偷了去，早失去分辨是非的能力了。薛传宗，哟，生气了？姐，我可是好心提醒你啊，一定要分辨出赵安华这个人来，省得到时候钱被骗了事小，这人要是被骗走了，那可就亏大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就是相信他。你等着看，他今天绝对会回来的。好，那我就等着看。我呀，就在这儿等着一出好戏在这儿上演。嘿，我对赵安华期望很深，希望他不会辜负我们的一片心意。夫人，赵师傅回来了。妈，走，跟我去看看。我说了吧，我不会看错人的。哎，我去！你果然没让我失望，一约如期回来。我赵安华言出必行。我今天是来兑现我的承诺的。该处理的事情都办妥了。好，秀妍，我就交给你了。从今以后，你要好好的珍惜她，照顾她，别让我失望。一会儿我就让人挑个黄道吉日，尽早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。等等，怎么，你有意见？我很感激夫人和小姐的厚爱，但有些事情，我希望成亲之前，先把话说清楚。想说什么，说吧。我虽然入赘到薛家，但俗话说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我希望结婚以后，还能让我继续保有我原来的姓氏。我真的不想让祖宗蒙羞，请夫人成全。这事也关系到一个男人的尊严，我懂。好，就依你。谢谢。还有，
还有什么条件？古有明训：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传宗接代是为人子孙应尽的孝道。薛家除了大小姐以外，还有传宗少爷可以延续香火。可是我赵家，就只有我赵安华一个人，所以，我想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想要求，将来你跟秀妍的孩子，全跟着你姓赵，是吗？我知道，我答应了入赘，就不该有这些要求，还望老夫人能够体谅我的孝心。这样吧，你跟秀妍婚后头一个男丁，按情理应该姓薛，第二胎再跟着你姓赵。我可是上了一大步，你应该明白。我明白，谢谢夫人。既然双方达成了协议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怎么？难道你还有条件？不敢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赵安华全听夫人安排。那好，从明天起你就搬到客栈去住。结婚当天，我派迎亲队伍去接你。我要让全青桐的人都知道，薛家大小姐招了个乘龙快婿。妈，我们这样张扬好吗？要不要问一下安华的意思啊？秀妍，这不只是你的终身大事，也是薛家的大事。妈一定要办得风风光光的，这样才对得起你爹，还有薛家的列祖列宗。安华，你说是吧？您做主就是了。陈管事，去一趟谷中客栈，就说薛家的姑爷要住进去，让他们把2楼的上房全部腾出来。是夫人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安华，你跟我来。各位，从今天开始，薛家油坊将由赵安华正式接掌大师傅的位子。他将成为我们薛家的女婿，希望以后大家能够好好的跟随他，为薛家油坊再创佳绩。恭喜你啊！哎呀，恭喜大小姐！哎呀，恭喜！哎呀，恭喜大小姐！恭喜你啊，大叔！恭喜恭喜啊！等等，先别这么快就认姑爷。川总，你又想干什么？妈，您别着急。传宗，你干什么？嘿，还给我！给我！赵安华，一个大男人贴身带着这个玉坠子，是不是你的定情物？放手！川总，别在下人面前失了身份，还不快放手！哼，是不是被我逮到了？让开！阿华，你跟我来。我要你给我个说法。这玉坠一看就是个便宜货，
能被你当个宝，死心塌地的戴在脖子上，肯定大有来头。赵安华，说来听听啊。传宗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有谁规定男人身上不可以戴坠子吗？有很多人小的时候因为八字轻，母亲都会给他们戴这类辟邪物。这有什么好追问的呢？姐，如果他今天只是薛家油坊的大师傅，我们可以不管。可如果他是我们薛家未来的女婿，是你托付终身的对象，那我们可就不能随随便便了。妈，这可关系着姐一辈子的幸福啊！赵安华这个人的底细路数，你可摸清楚了？这万一他是贪图薛家的财富，才答应来入赘的，那岂不是误了我姐？安华，说说你的过去。你没听到我妈跟你说话呢？说呀！可有妻室？我从来没有成过亲。定过亲吗？我从来没有强求过要做薛家的女婿。如果你们不放心，大可以取消这门亲事。我欠你们的1000块，我愿意留在油坊工作，直到还清为止。妈，您听听，他避重就轻，故意岔开话题，这分明就是心虚嘛！传宗，你为什么对安华的成见那么深啊？你为什么非要逼他不可呢？我这么做可是为了你的终身幸福，为了薛家的颜面着想。万一真被我说中了，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，那你不是一翻两瞪眼，哭笑不得？你的这番心意，姐姐心里自然明白。但是，每个人都会有过去，也未必想对旁人说。我们又何必非要强人所难呢？妈，我既然愿意跟安华携手共度一生，我想我们要看重的是将来，而不是过去。你怎么能帮着他说话呀，姐？传宗，你姐说的对，这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玉坠，起不了什么作用。我们薛家根本不必把它放在眼里。妈，那您的意思是说，就算这赵安华有一个念念不忘的情人，我们也不用太在意？妈，怎么姐糊涂，你也跟着糊涂了？住口！婚事就这么定了，谁也不许节外生枝。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以后见了安华得叫声姐夫，不许再连名带姓的叫他，听见没有？姐夫。哎，哼。安华，男人要做大事，眼光就得放得远，该舍就舍，该断就断。我不管这玉坠对你有多大的意义，薛家不会再追究了。不过我希望你要把它藏好，别让它挡着你做事。毕竟成了薛家的女婿，身份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不能有丝毫的差错。我的话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这对鸳鸯绣枕，我会不会绣得太急了？万一安华真有一个念念不忘的情人，那我们成亲以后，能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吗？妈，还没睡啊？睡不着，看你房间灯亮着，想和你聊聊。妈，对不起啊，我的事让您费心了。这么客套，怎么还没嫁人就把妈当外人啦？妈，来，秀妍，妈想最后问你一次，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赵安华？
即使他的过去在个人感情上或许有些纠葛，你也不会计较。下午在大厅，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。现在屋里就我们母女2个人，我希望你摸着良心，想清楚，再回答我。其实，我真的不计较安华的过去，但是我会在意。我在意，如果他真的有一个念念不忘的情人，那么我们成亲以后，他岂不是硬要活在我们2个女人之间吗？这种强求的婚姻，对我来说，真的会幸福吗？这也正是妈担心的。要不明天妈再找人仔细打听打听，这样就可以知道他有没有情人了。不可以，妈，安华入赘我们薛家已经够委屈的了。如果结果不是那么回事，您觉得他会对我们母女作何感想呢？他可能再也不会信任我，再也不会真心的接纳我，甚至爱我。可妈看你七上八下的，心疼啊。告诉妈，我该怎么做才能帮你？妈，只要有您的爱和支持，那就足够了。其他的，您就让我自己去面对吧。我已经长大了，不需要任何的事情都还要您来操心啊。你就是这么懂事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善良的让妈心疼。问题是，你打算怎么面对？能告诉妈吗？其实我也没有想清楚，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确定，我是真心喜欢安华的。妈，我相信，只要我真心的对安华好，做她的好妻子，然后再给她生几个胖娃娃，即使她真的有刻骨铭心的过去，也会因为我的爱而逐渐淡忘的。你真的很在乎安华，她真幸运能够遇到你。小姐，你看看，你看我这料子啊，这做工多精细啊！你看，啊，你仔细瞧瞧，是挺好的，料都便宜点，好漂亮的布料啊！你看看吧。啊，我看看。你先把货送过去，我一会儿过去结账。是少爷。奇珍，哎，杜少爷，这么巧啊！啊，我正好替客人送货过去。怎么样，工作还顺利吗？豆腐店的生意挺好的，我也可以多赚几个钱，好帮安华还清债务。所以啊，我过得挺踏实的。哎，安华呢？他没有来看你吗？他才去工作没多久，怎么好意思请假回来看我？况且薛家对我们有恩，他应该努力工作，好好报答人家才对啊。奇珍，你跟安华2个人有共识，愿意为将来一起努力是很好。只是有些话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。哎，你跟我还有什么该说不该说的？说吧。青桐是一个大地方，诱惑很多，你们俩分隔两地，聚少离多，始终不是件好事。安华他不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人，我对他有信心。况且安华一心想着要早日把债务还清，回来开一家属于我们自己的香油房，他哪有多余的心思去想别的呀？对不起，是我多心了，我没别的意思，你别误会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是关心我，杜少爷，谢谢你的关心。哦，我豆腐房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那我先走了。你要好好保重身体，别累着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谢谢杜少爷，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趁着这一阵子，我得赶紧把嫁衣缝好，要不然等安华还清债务回来，肯定是要赶着修建油坊，到时候一忙啊，我哪有时间缝制嫁衣啊？安华，虽然你不在我身边的日子很难挨，不过你放心，我
我会听你的话，好好的照顾我自己。我会乖乖的在这等你回来，做你最美丽的新娘。又过了一天了，离安华回来的日子啊，又近了。我们呐，等你回来以后，一定要长相厮守，永不分离。10个月很快就会过去的，我一定会在这里好好的等你，等你回来娶我。启真，万一有天我不在你身边了的话，不会有这么一天的，不会的。我是说万一。不许有万一。我等你回来娶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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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等你回来娶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做不到？我都已经忙成这样了，为什么就是忘不掉？为什么要忘掉一个人？是这么困难？启真，我以为对薛家信守承诺是对的，可是这2天，罪恶感一直啃噬着我的良心。启真，我有点后悔了，我后悔了，你知道吗？安华，这么晚了，你还没睡啊？你不也还没睡吗？我亲自为你做的宵夜，你尝尝。忙了一天，你还不回客栈休息啊？回去也是闲着，还不如忙一点，就不会想那么多。传宗的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少爷的顾忌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我出身卑微，入赘薛家真的是高攀。我怕以后会落人口实而连累你，让你颜面尽失。小姐，其实我真的配不上你。不，安华，我不在意别人说的话，我希望你也不要在意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入赘的事难为你了。如果这门婚事我能做主的话，我绝对不会这么委屈你的。这样吧，我跟妈谈谈，看能不能让你不要入赘我们薛家，改为让我嫁进你们赵家。哎，小姐，妈，您睡了吗？进来吧。什么事这么急呀？这么晚了还来找妈？妈，我有件事想跟您商量。是关于安华的，是不是？妈，入赘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实在是太羞辱了。我想，我们能不能舍去入赘的方式，让我直接嫁入赵家？是谁的主意？安华的，是不是？这事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怎么又反悔了？不是的，妈，是我的主意。妈，您知道，安华是个重承诺的人，他既然答应了一辈子在我们薛家有坊工作，那他就一定能做到。所以，入不入赘，其实没有什么差别的。当然有差别。安华他有制作御用香油的好手艺，凭他的能力，想要在香油界闯出一片天地，绝对是指日可待。这不是很好吗？正合您心意呀。我要的是薛家油坊，不是他赵家油坊。妈，您不相信安华？女婿毕竟是半子，为了薛家，我总得防着点儿。万一哪天他掌了大权，有了野心，凭他的独门手艺开一间赵家油坊跟我们打对台，
那你爹留下的这间百年老字号，岂不是毁了？您是说，如果我嫁入赵家，安华的心就永远不会向着薛家？俗话说得好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如果你嫁过去，你就得听他们赵家的；反之，他入赘了我们家，他就得活在我们眼皮子底下，听我们的。妈做这个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绝对错不了。其实我让他入赘也是为了他好。你想想，他凭空成了我们薛家油坊的大师傅，又成了薛家的姑爷，有多少人不服气？如果你嫁出去，就等于泼出去的水，你们两个在薛家的地位就没了。那些不服气的人，到时候还会听令于你们吗？相反的，如果他入赘我们薛家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不但在我们薛家的位置不变，更因为你的关系，让他坐稳了薛家姑爷的位子。再加上有我在旁边顶着，将来要让他顺理成章接掌薛家的油坊，谁还有闲话说呀？女儿，我知道你是为他着想，不过男人的心啊，不是那么轻易能抓得住的，所以一定要先立规矩，把安华牢牢地掌握住，将来就算他要变，也变不出什么花样来，知道吗？妈，我明白了。夫人处处替我着想，小姐又事事以我为重，我何德何能，有幸承受薛家如此大的恩情？赵师傅，请。给我吧，赵师傅。谢谢。夫人，好的。赵师傅来了。夫人，您找我？安华，你快要进门了，刚好明天城管事要到平西镇去拜访客户，你跟着去见识见识，也好让大家认识一下你这位薛家的新姑爷。是，那就麻烦程叔了。应该的，姑爷。对了，喜婆已经把你们的八字拿去合过了，日子挑好了，就后天，你准备准备。后天，这么快？早晚都得办呢，快一点好，免得夜长梦多，你说是吧？是。店小二，店小二，哎，我等了好久了，我的酒怎么还没来啊？哎呦，你没看我这忙着吗？没空。你手上拿的什么？先给我，先给我，先给我！这是别人的，别人可是付了钱的。你给我过来！店小二，我告诉你，你别狗眼看人低啊！老子肯在你们这儿喝酒是给你们面子。要是改天我发了财了，别说这几年欠的，我连你们这个破店一并买下来，我当你老板。等你发财。等你发财那天再说吧，傅老板。哎，酒来了。几位请慢用啊。哎，那不是赵安华吗？人模人样的坐在那里，发达了。来上。哎，好。二位老板，这位赵安华，是我们薛家油坊的大师傅，也是我们薛家未来的姑爷。我家夫人啊，今天特地让我把他带到这里来拜见二位。以后呢，还请大家多多关照啊！请多指教。姑爷长得一表人才，薛家大小姐真是好福气呀！婚期定在什么时候啊？到时候我们可得喝杯喜酒啊！就在明天，酒席设在薛家大院，到时候请大家务必赏光啊！好，一定。哎，赵安华，你个臭小子，攀上高枝了，成薛家油坊的姑爷了。认不清土亲，大家都同一个镇上的，
有好处捞。薛家姑爷，还记得我吗？有事吗？你认识他？我不认识。哎，赵安华，你怎么进了薛家，当了薛家的姑爷，就不认识老朋友了呢？没关系，你不认识我没关系，但是呢，我还认识你这个老同乡。哎，有什么需要小弟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开口啊。我们还有事要谈，请你马上离开。哎呀，你这个人怎么翻脸跟翻书一样啊？你以为身上有了点铜臭味，你就成了上等人了？这位小哥，对不起，我们姑爷请你离开。离开就离开。哦，原来他就是准备入赘薛家的那个人呐！这下可有福享了。嗯，你看看人家。行了行了，咱们喝酒去吧。走。姑爷，好你个赵安华，原来你是个入赘的，拽个屁，什么玩意儿啊你！出去。姑爷，没事，我们继续吧。刘奇珍，嘿，好啊，你这个痞子，我没上门去找你算账，你倒找到这儿来了，你欠揍啊你！你干嘛打人呢？你还是人吗？你和那个兰姨合伙把我卖进了春风楼，我打死你！别打死你！哎呦，别打！我堂堂8旗后裔，是这种不顾江湖道义的人，那都是兰姨的主意，我也是被他骗了。我都出不了这口气。你打死我又能怎么样？你不赶快去看看你的赵安华，他快让人给抢走了！你胡说什么？你的心上人明天就要入赘薛家，当人家姑爷了。入赘薛家？恍惚之间。谁偷走了黑夜，让心情如此难眠？虚幻的风拂过秋叶，仿佛是你的流言。隐隐约约，耳边话已走远，怅然中只剩思念。烟尘往事如水中月，虚幻缥缈于人间。女人心难测难懂又难分，能为爱舍弃如花般的青春，宁愿受千百劫寒怨过一生。是独自面对黄昏，女人心像水，像花又像针，能摆脱情字的纠缠有几人？当一切繁华落尽后才是真，女人终究